兽神传承令来自祖神教。这枚传承令就是你通往祖神教最高传承的钥匙啊！见天狼殿者如见魔神，尔等为何不跪地相迎？是千宝盒。混沌城主，既然来了，还不现身？你可离开，还可保全你狼崽子的性命。我愿将兽神传承令赠予真眼王老师。经过就是这样，这块兽神传承令真是我自己得来的。你厉害啊！戏耍了青尊者不说，还从天狼之主那儿虎口夺食。不过，就算是你自己的，这么重要之物，对你自身也大有用处，怎能随便给人？老师可不是别人，我知道你比我更需要它。那，你先拿去用。弟子要得到族群的赐予，不难。哈哈哈哈哈！好样的，我果然没收错徒弟。只是要连累你再多等些时日了。哎，小事。混沌城主老师说，既然天狼之主已看破我身份，必定很快会将消息传遍宇宙。届时，各大巅峰族群定心生忌惮，不惜一切来杀你。我人类高层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。我正好借此理由，为你申请兽神传承令，让你尽快提升，无惧强敌。以你的天赋加上他的面子，100%能成。这是金空间的兽神传承令。这些传送门可屏蔽追踪，安全开启神国传送。我这个仆从的信物坐标距离传承之地不远，乘坐宇宙飞船半年可到。那不是真眼王吗？他居然离开混沌城了！真是的，真眼王旁边那位是谁？会不会是真眼王的弟子罗峰？我们都没见过这男子，气息威压又那般强大。对了，传言都说刀客王就是罗峰，非常有可能。刀客王也是界主，纵观他过往的那些惊人战绩，人类界主中也只有媲美柯蒂的天才罗峰有相当的实力了。他们猜得真准呐！徒儿，你现在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大啊！毕竟人类族群中强者就那么多，生面孔又和老师您走得近，猜到也不稀奇。你的麻烦不小哦。管他呢，出名也不一定就是坏事。哎呀，我本来有艘80倍光速的生物飞船，可是被兜寇尊者拿走了。哈哈，我倒是有艘90倍光速的，总算有些可骄傲的了。哦，我刚好利用这段时间修炼第3块金属板。徒儿，马上就抵达传承之地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祖神秘境，它的直径最大1.6亿光年，媲美一个宇宙国大小。传说祖神秘境最常见的就是黑虫旋风，小股黑虫旋风便会令宇宙尊者重伤。
灭宇宙尊者。好，我们继续深入。传承之地坐标就在这儿。这什么东西？竟有焕人心神之能！清醒的倒快。是宇宙尊者，气息旖旎的我都不曾发现。我是祖神教的接引者，拿出你们的兽神传承令。若是没有，擅闯我祖神教重地者，死！跟我来。哪里？这是刚才看到的河流，竟是由无数极光组成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五彩极光湖。你倒有点见识。五彩极光湖直径最大处10光年，威能无尽，是宇宙中最强至宝之一。单指一道极光击落，便足以重伤宇宙尊者。进岛去吧。进去。看，紫荆岛就在五彩极光湖内。这极光不是威能无限？这可是宇宙最强至宝，只要被他认可，便可安然进入。徒儿，我先试试。老师。罗峰，我们进去。是，老师。紫荆岛是你们这些传承者的暂居地。到处都是强者的气息。记住，五彩极光湖范围内禁止杀戮，个人的居所与私人财产也不可强行侵占，否则会遭极光制裁。见过岛主后，你们可在空地处建造居所。这里便是岛主殿，从那儿能看到祖神教真正的核心。那是祖神宫。由3位祖神轮流坐镇，周围是8大兽神居所，再往外是护教兽神殿、72神将大陆以及3000神使星辰世界。护教兽神，
是那些得到了完整兽神传承，又不曾继承兽神尊位的强大存在。紫金岛主便是护教兽神之一。你们入殿觐见岛主吧，我的任务到此结束了。间之道。从此刻起，你们两个便是紫荆岛的传承者。我赐予你们进入荣耀世界、传承之地、宝藏之地、秘境之地的权限。这是虚拟世界感应接收器，可进入荣耀世界。宫殿外的3道水幕，则是通往其他3处的传送通道。传承之地是接受兽神传承、演示法则变化的地方。每次传承都会先观看你们的法则感悟进度。兽神传承共分7重，每重都有1次免费参悟机会。若要再额外增加，便只有去荣耀世界获得积分。第3重颇有收获。在进行了一次奇妙的传承感悟之后，老师感觉到突破在即，立即进入了闭关修炼。而我则在一位新结交的鸿蒙好友陪同下，来到了历代兽神及超强修炼者们留下至宝的宝藏之地。发现宝藏只是其一，必须符合前辈强者设下的限制要求，才能取出其中宝物。我们谁都不知道，那些超级强者设立宝藏时定下什么苛刻条件。最讨厌！千羽，暗物族，人类的走狗，同样可憎。呀，别上去，那可是宇宙尊者，他们生活在这不知道多少年，早就熟悉规则。他的攻击连周围山峰都没丝毫损坏，连你我身体都没碎裂，真是欺辱一番。尊者又如何？欺辱小辈很了不起吗？有本事杀了我！一个小小蜂王，竟然还敢对我不敬！我便是对你不敬了，又怎样？有趣，梅山，这次踢到铁板了吧？来，动手杀了他，振振你的声威！顶天狼之主在祖神教的宝藏之地发现了疑似刀河王的行踪。这眼神，是他。那宇宙尊者怕触发他手中的最强火神元晶误杀了他，自己也会被五彩奇功杀死，只能被杠得下不来台。哼，刀河王真是一如既往的狂妄啊！人类，我很佩服你的胆色。记住，我是北山尊者，有本事你就一直躲在五彩极光湖，躲在人类老巢内。鸿蒙的家伙，别挡道！
祖神教的虚拟空间，比起虚拟宇宙就是小巫见大巫，似乎只有一个方便聚集对战的中央广场。这里众多传承者显然形成了一个个的小团体，互相间泾渭分明，有强烈的对立感。干一个！有新人啊！他们都认定我是刀河王，那我就叫刀河好了。这一族符号，一群文盲，这是地球文字。是他！他们都认定我是刀河王，那我就叫刀河好了。刀河王，传说中的刀河王，就是那个刀河王。荣耀世界排行榜，我的位置在这儿。不同层次的传承者会归类在不同的排行榜，7重最高。七剑王，按照战斗胜利失败次数进行排名，赢的可以得到荣耀点，100荣耀点就能兑换额外的传承机会。先前与你一战，甚是畅快，日后可多多切磋。广场上有数千万传承者，而鸿蒙这边竟然才有1000多人。这里！就是他！刀河王现在风头正盛，机械族、妖族悬赏早已公开，要是把他打得满地找牙，定能声名大振。七剑王，那个团体是北疆联盟。虽说都是些弱小普通族群聚集，实力不如我们鸿蒙，但祖神教发放的传承链分散在宇宙各地，他们族群多疆域分散，来的人也就多。那北疆联盟就爱嚼舌根，别理他们。荣耀点珍贵，大家本就谨慎，极少发出妖战信。他们还因为嫉妒，总挑唆其他族群别接受人族的妖战，可烦了。看什么呢？我收到了很多妖战信。也对，你的名气实在太大，不服气的天才会有很多，你恐怕能收到上千封吧。已经超过6万封了。什么？刀河王一个界主，单靠法则感悟秘法，根本不可能击杀蜂王极限。是啊，肯定是有至宝或奇异继续，但在荣耀世界中对战，所有人都使用同样强度的身体，兵器装备也只能在荣耀世界内选择。他的那些宝贝在这儿可派不上用场。妖战，我要好好蹂躏那传说中的刀河王。你可要慎重，一旦接战就不能反悔了。他们都是来自各族的绝世天才，大部分都自创了巅峰绝学，有几个甚至创出了究极绝学。如果输了，需要等1纪元才能有新的一荣耀点。究极绝学，我自创巅峰绝学就已经令混沌城主老师称赞了。刀河王，我帕厄卡芬四王向你挑战，你敢不敢去？年纪这么大，靠的不过是诸多积蓄吧？刀河王有实力就跟我赌3荣耀点。刀河王，刀河王，刀河王。太妙了！哦，那新来的人类竟然接下了62万多场妖战，这倒是紫金岛未曾有过的趣事。
如此强横的神体，太棒了！我还没成为不朽，就能在这儿使用10万倍借助之力的神体战斗。刀河王。 就是个没有宝物加持的界主，真是没用。带我去会会他。热身完毕，接下来第2战，受死吧！又一个送荣耀点的来了。 我也得给他送荣耀点了。不靠任何外在条件，一名界主能站在3重传承者之巅，我算是服了。没想到他能做到这种程度。祖神教这次得给人族培养出个超级强者了。不过，后续针对罗峰的暗杀行动，怕是会越发疯狂。这刀河王绝不能留。他若成为宇宙尊者，必将拥有宇宙之主的实力。 到时可比无法复活的宇宙之主威胁还要大。我们妖族的附庸族群，在祖神教接受传承的有谁？少时尊者现为5重传承者。我们狱卒地处边陲，不如先坐山观虎斗。那占着核心疆域的4大族群，自会演绎出好戏。 将刀河王列入优先击杀的人族名单，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是，我主。父神，即刻铲除人类刀河王。是。恐万族绝光，拜见虫族女皇。 看遍我虫族联盟，以绝光尊者最为合适。恐万族擅长灵魂控制，被极光湖湮灭造成的损失，等你复活后，联盟都会弥补。最好灵魂控制那刀河王，绝了人类逆转时空复活他的可能。控制不了，就当即击杀。 结束了。你的荣耀点已经超过了61万，100荣耀点就能兑换1次珍贵的传承机会，真是收获颇丰啊！怎么还没出来？可恶的人类，真是胆小！我在钻研兽神之道的同时，与那62万场战斗不断验证。如今，我的兽神之道已经接近第3重圆满。
的感悟也水涨船高。现在地球人本尊、金角巨兽都能施展瞬移，不过空间法则的封锁和绞杀方面还得再参谋。该出去接受新一轮的兽神传承了。尊者只为你一个界主，你该骄傲了。好快！是妖族阵营的赵氏尊者，我先观察一下。控制我为奴仆，做梦！什么？他的灵魂防御竟如此强大，那就去死吧！找师尊者和罗峰的气息。找师尊者出手攻击刀河王，已遭灭杀，而刀河王的躯体也已完全湮灭。这刀河王的羽翼可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啊！祖神教有令，传承者之间严禁抢夺行为。刀河王已死，他便是无主之物。精灵理应失效，怎么会？宝物怎么飞进去了？不可能！刀河王还活着。是刀主。赵氏尊者为魏晋立岛主，在我教中刺杀传承者，即使通过逆转时空手段复活，我族神教也必将继续追杀，至死方休。岛主，怎么可能？他看起来毫发无伤，难道有传说中的分身天赋？
刀和王没死。都散去吧，记住，刀和王为我族神教传承者，刺杀他，必将受到族神教灭杀。从未见过祖神教如此重视一名传承者，要在此刺杀罗峰，只怕难上加难。一名宇宙尊者的代价，是你无法伤到刀号王分毫。下一步，你可有对策？祖神教发布的追杀令，已令我妖族联盟成员胆寒，不敢妄动。恐怕现在只能等待时机。这枚眼中钉，我誓要拔除。我已练成兽神七杀第3品与事无羽翼第2形态。然而，我的名字早已传遍宇宙，分身天赋也在人前暴露，更成了3大巅峰族群刺杀的目标。此等提升还不足以自保。若要更快提升，最佳方法就是利用金角巨兽的天赋秘法，孕育出第3分身。祖神秘境作为宇宙最高等秘境，聚集着宇宙中最多的特殊生命。若能在此获取一名强大特殊生命的身体材料，第3分身便指日可待。秘境看似瑰丽，实则是最危险的秘境之一，连宇宙之主都可能被困于此。你要是不慎被杀，就得不偿。我若一味规避凶险，等一族耳目再次找上门来，恐怕也只能任人摆布。而且在秘境之中，我已找到十分适合的特殊生命作为第3分身。好强的吞噬之力！此地果然凶险，相较而言，这里却安静无比。是宝物。这颗晶球竟然与我魔杀分身的晶核产生了共鸣，而且它散溢而出的法则之力不断涌入我的晶核，这是为何？下方看似是一汪水池，但本源法则力量异常充沛，而且不断向上方的晶球汇聚。这种奇异现象下的造物，不会错的，是空间之心。空间之心？空间之心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法则能量，是需要经过漫长岁月，直至成体形态才能积累而成的。而且魔杀分身擅长空间法则，它的能量会涌入你的晶核，说明你们相性极佳。空间之心为我所有，你休想觊觎！靠近的无声无息，
这名异族至少是宇宙尊者级别的实力。灵魂竟然不受丝毫影响，那便只好陨落于此。你要杀人夺宝，就别怪我自爆了。你应该知道我在五彩云华掌控会有什么结果。如今，就算你成功自爆，也无法破坏我的神力保护。光脑损坏，无法散播信息。你唯一的生机已经没有了。你以为我就没有其他通讯手段吗？我的其他分身仍能用光脑发布信息，届时各族的超级强者都会知道空间之心的下落，而你势必留不住他。说，你想要什么？眼下敌我力量悬殊，又有空间之心的能量一直在涌入我的生命晶核，先拖他一拖。我的生死被你一手控制，就算你给我什么宝物，恐怕等你得到空间之心，就会立即杀我。我又怎么信你？有什么交换条件？你提。让我想想。我没有夺得那空间之心的野心，但是我也不想陨落。可现在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信你不杀我。好，既然这样，空间裂缝消失了，成体了，终于成体了！3000纪元了，不枉我每天过来扫荡一次。空间之心是我的了。怎么回事？不！他的能量耗尽了，看样子是回光返照，最后的光芒了。难道是先破灭后新生？你看着那空间之心吧，我就不奉陪了。走了就走了，反正空间之心已经成体，就算他通知谁来，也根本来不及了。不可能，空间之心怎会无故碎裂？难道是那可恶的传承者冲进了五彩渊华，引起了特殊反应？就算他冲进五彩渊华，可那已经是空间裂隙消失。空间之心完全成体之后的事了，怎么会碎？怎么会碎？你用拖延战术把空间之心积蓄的能量全部吸收，你谋杀分身的力量已达到100倍建筑之力。要知道，你的金角分身也只有10倍呢。不只是力量，我也由此领悟到了新的天赋秘法——玉。坐稳了。
万公里的领域内，我能够瞬间化身为上万公里的空间，随后便可出现在该领域内的任何位置。现在，我们总算能回归原来的计划，寻找第3分身。出发！此处名为九幽时空，是我此行的目标。世界树的所在地。若世界树能作为第3分身，拥有3大优势：其一是掌控时空的天赋能力；其二是其巨大体积能储存巨量神力；三是能强化神国，避免外敌入侵。只是这座岛屿的植物生命攻击性极强。这第一步，必须先设法避过他们的警戒，来到世界树面前。太慢了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已经这么近了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竟然没有落叶，没办法，不能捡，只能抢了。摔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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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摔下来！可恶的外族！这么强，竟然未及反抗就被杀死。这棵世界树虽然只有戒除级，但已经有了封王的水准，仅凭魔杀分身尚不足以抗衡。我必须借助外物。这颗火神元晶能炸死封侯不朽，那棵世界树也就戒除级。而且也没法燃烧神体，肯定挡不住。杀！材料已到手，走。周围时空仿佛凝固了一般，完全动不了。难道？父亲，让我亲自杀了他！胆敢伤我子孙者，杀无赦！七七好惨哦，跳了那么多叶子。七七，要不是父亲，那一族可就逃跑喽。小七，那一族逃跑手段的确很厉害，瞬移消失都不引起空间特殊波动。若是让这一族逃掉，就很难再找到他。他既然伤你，我便帮你惩罚他，难道不好吗？不好！那你就好好努力。像你大哥他们成为不朽，就不怕那些异族了。一定是最强世界树。听闻他与宇宙尊者的等级达到了宇宙之主的战力，鼓起一阵风，
便能将我分身灭杀，那世界树肯定警惕起来。那我怎么办？最强世界树，你那等身份何必跟我过不去？1、2片枝叶，连9牛1毛都算不上。你出手，不是掉价吗？但接连2次失利，我已对最强世界树的攻击方式有了一定了解。此次我另做安排，当不会再有术士。子牙尊者，多亏有你瞬移，我们才能顺利抵达。不敢，万事还需仰赖废镜王你。荒石岛相对安全，却没有宝物。我准备稍作休整，就去九幽之海。九幽之海，那可是整个九幽时空最危险的地方，海中偶尔出现的漩涡更是凶险未知。一旦陷入其中，就算是宇宙尊者也很难活着出来。至今没人知道那些漩涡下究竟有什么。你去不去可自便。他是上一不朽传承者中排名前10之人，又有那独步宇宙的探查天赋宇宙之境，跟着他自然有益，且忍他一时。既然废镜王去，我自然追随。我先探一探周围11公里。听说他有一至宝羽翼，在紫金岛上没法下手，在这却是好机会。废镜王，你不会？怎么，你不敢？我北疆联盟可不怕他人类联盟。子牙尊者，你不必插手，也不必搅入这浑水中去。可是你也规矩点儿，别提醒那刀河王，否则便是与我为敌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插手。还有1个月，不好，空间封锁。是宇宙特殊生命，实力足以力拼宇宙尊者。刀后啊，在我面前你还想逃？又甩不开他。废镜王本就已追踪出你，天生神速，身体又远超过你。倒是想敲他了。日无羽翼第2形态。至宝未能果真不凡。交出羽翼，饶你命。我的速度无论如何拼不过他。废镜王也好，镜王2大天赋秘法，一者攻击，攻击。最后关头，要不是他猪，挡住了！不可能，我这一击未能足以媲美普通宇宙霸主。
可纵使打住，也未必抵御得了第二回。你疯了吗？九幽之海危险重重，每滴海水都重如泰山，还会出现九幽漩涡。现在哪管得了这么多？怎么可能？不可！等等，难道他还有件保护灵魂的至宝？刀河王，你跑不掉的！不好，他的攻击虽没技巧，但被他燃烧的神力击中，我怕是也完了。事无巨细，已用至极限了。神力成丝，九龙。小心，他神力加重了10倍。外族擅闯我族九幽之海，找死！什么？九幽漩涡中有生灵！滚开！都说九幽漩涡通往九幽之海核心之地，看来那里应该生活着一群可怕强者，随便出来一个，实力就比我强。相上下，一时之间解决不了他。所幸他也奈何不了我。不管他，杀了刀河王，夺下至宝，我不愁脱不了身。可恶，没办法了。不，至宝，那可是2件至宝。阴魂不散。算你跑得快。但这撕扯力便能将我湮灭，阵风星辰。奇异的空间，有点像发现空间之心的地方。好强的阻力，是雾气中蕴含着特殊力量，封锁了空间波动，那便无法瞬移，也不能神国传送。那是什么？有军队，与刚才那尊者是同一组，300多人，个个都是不朽。有念力扫荡，魏族，你快去上报，其他人随我追击。我早已演绎气息，怎么仍被他们的神力探查到？
生灵火，似乎完全不受雾气影响。不过，就凭你们还追不上我？这外族就一个不朽，在我族天地里，怎么能比我们还快？这里的土著身体基因非比寻常，随便几个士兵都这么强。如今我行踪暴露，恐怕很快会引来更多追兵。巴巴塔，这些异族什么底细？所有数据库中都搜索不到记录。难道真如传言所说，从不曾有人离开这里带出讯息？以磨砂分身天赋秘法玉的手段，来去当不成问题。磨砂分身眼看就快到了，不能功亏一篑。再等等，我先去问问混沌城主老师有没有情报可提供。到了，就看这次了。行动！很好，现在只等磨砂分身赶来了。不太对劲。前些日子，那些家伙还一直追着我，力度越来越大，甚至有过11名不朽联手围杀我。可现在，他们却突然消失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皇子殿下，整个包围圈300万将士已完成合围，9位将军也已就位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想不到这外族这么能打，有趣的很，定要让我亲手击杀他。
人数还在不断增加，他们越来越近了。发现外族！发现外族！好强的杀意！心存侥幸，明知道是禁忌还敢触犯，人类！我看你是一心求死。世界树的生命层次接近我体内世界孕育的极限。所有生命物质已经解析，开始真正孕育。